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来，今天继续为你捕捉良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你们的能量已经重叠，你们的能量已经重叠。好，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3张神谕卡哈。那我就不解释内容，你们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请仔细看图画上给你的感觉来做选择，好吗？如果你需要看很久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哦。好，我们来看第一张。好，再来是第2张。好，第3。好，那记得哈，哪一个图片的感受跟你的目光最难移开它哈，最挥之不去，那共振就最强。你可以就直接选它听，看看这一次故事线、能量线是怎么发展哈。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和谁的能量已经重叠哈？你们的能量已经重叠。那这是今天的神谕卡哈，再让你再感受一次哈，我来再看一次哈。通常神谕卡的话，我都会直接从图像去直接去感受它的能量方向了哈。除非我真的有疑惑，我会去看说明或什么的哈。因为他们的能量都有别于塔罗牌了哈，所以这是今天的哈，你选的。好，我等一下再看看其他的牌跟它有什么特别的连结哈。那我们这个就先放这。好，那我们今天用的塔罗牌是这些，是这组。然后来看一下，先从5张的能量哈来做发挥，那我们来再看看它整个发展如何。好。好，等一下哈。差一点，好，等一下。好，来，这是今天的第1张哈，权杖7，来继续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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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一下哈，好，等等。好，好，好，像这样子可以哈。权杖7做这一题的开始哈，是有一些，因为第一个讯号是困难但是我想把它理清这个困难到底在哪里。说，看一下城市距离城市，我跟你说，它的能量哈，它现在的能量有点像是在杂草中，
在寻找那一个他很敏感的另一个能量，因为你们现在的能量算重叠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它的空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感觉，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有个重要的人或是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很难诠释，他很难诠释那是什么。他只是心里会有一种，第一是会有一种期待的感觉，第二是有一种未知感，却是具体的。所谓的具体的未知感，就是很像前面给你放了一个黑色的盒子，他脑海里知道有一个他将要打开的黑色的盒子，可是他只能伸手去摸，可是不知道会摸到什么的这种感觉。心里会有一种好像有什么好事快靠近，可是那是因为你跟他的能量重叠了，在这个空间里面，他有感受到跟他比较不太一样的感觉啦。那他非常难具体的形容。那有的时候这种重叠性的时候会有一种压迫感，就是你跟你比较相似的人的空间或什么感受上比较重叠，或是太接近的时候会有一种压迫感。可是因为这一组你跟他的能量算是契合的，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我觉得，是我看到的整个画面上的就是一些温暖的有点鹅黄色、淡黄色不要讲那么专业的颜色，就淡淡的黄色，偏橘的边缘的一种包围式的东西。然后他很像一直在东看西看，东看西看，再看看谁跟他分享了这个世界或什么。白话一点就是，他近期有特别想要恋爱，他近期有觉得他一定会恋爱，他一定会喜欢上谁，然后他把它转换成他最近真的很想要找个人在一起，这是慢慢的各种能量转换。可是他其实内在不知道的是他跟你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太接近而重叠了重叠了，而且蛮接近，像是一个同心圆的感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权杖七的角度我觉得他很像在很高的芒草里面，在拨开那些芒草，在找一个声音啦，在找一个声音。所以以他的角度的话，他应该最近会蛮常出去认识朋友的。有朋友要去什么地方，他都会蛮常跟着去混一下吧。因为他心里有某一种渴望啦。只是一般我们会把这个渴望诠释成就是想要认识人，想要交个伴这样子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的寂寞空虚啦，很需要。可是他这里他的感觉是，他不知道其实是因为你在附近，然后他很想找到，他只是把它转换成他最近似乎不太想再孤单一个人了，这样能量上是会有这样子的转换啦。好，我觉得这样子做开端的话，有一点挑战性，有一点挑战性那，你知道这感觉也有点像是你跟某个人背靠背，可是你们怎么回头看都看不到对方，他大概是这个感觉现在你跟他重叠的感觉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权杖四。我近期是开始权杖四因为我不想回避这个逆向牌就你们虽然很近，可是已经错过了好几次的相遇。通常就是我觉得你们
中间有共同认识的人啦，所以你们有某种相遇应该是要因为朋友的关系，所以遇到。朋友的关系遇到，譬如说吃饭啊、出去玩啊，或什么，或是你跟你自己的朋友，他跟他自己的朋友，然后你们去同一个活动，譬如说看烟火之类的，结果两群朋友一起遇到，然后你们彼此就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哈。那只是因为现在今天这个牌面，我觉得错过了好几次哦，就是明明哈，你会去的一些约会哦，你会去的一些朋友的聚会，结果你可能近期有几次没去了，那个人就出现了，那个人有出现，除了有出现之外，也有可能是有遇到哦，有遇到，但是你不知道啦。这边有一些你应该要遇见他的点，可是，在目前能量上来看是很遥远的，表示在这些你该认识他的点的时候都错过了啦，因为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很强的连接。但是，因为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你们非常容易见到面啦，非常容易认识。不过从这里看后，这个认识目前的角度是先认识到，可是那个第一眼、第一次接触的能量的感觉会很强，会很强哈。因为现在都已经光火能量就已经到11了，好，如果再加下去更多火能量的话，只能说你们会有一触即发的瞬间啦。只是现在看起来，因为有很多的阴错阳差哦，距离，嗯，就像我刚刚说的背对背的感觉，一直在彼此的背后这样，然后没有朝朝实时的遇见哦。那从这2章来说，我们会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建议，非常常给的建议就是记得想要认识人的时候，记得要常出去哦，常出去哦，好，这当然是废话啦，你不常出去你怎么认识人？我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要常出去哈，然后遇到了那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身心灵的连结。这个对的人，或是你会喜欢的人，他在里面出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明确的连结哦，而且是你来我往的哦，一定要那个连结，要真的去面对面遇到、亲近遇到哦，所以才说要常出去，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这么有感觉，因为很多时候，即便你们同时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活动出现，然后没有讲到话，就连接不到。没有某种冲动就连接不到，甚至有很多人在当下刚好2个人的能量连接偏弱，或是刚好当下的情绪或整个能量的调整各方面，就是即便认识了也没什么印象，都已经会在遇到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错过了，所以你更加应该要出去，让自己出现在他的眼前，哦，在那个好能量之前。好，那这边说啦，你们之间如果要相遇，还是需要有一些，目前看起来你们的生活时间上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才让你们错过了这么多次。这边看起来是时间上哈，目前都是交错的哦，还需要，你知道你们这种交错很像钥匙，钥匙就是一个孔补一个孔打开的嘛，你们的交错感就是这样哦。那总是一个出现，一个没出现，一个可以去，一个不可以去，这样。我目前看起来，嗯，还要一下子才会比较近，才会比较近。我现在还在看到能量在被，有点像玩玩什么粘土啦，还在搓啊，还在弄哦，还在组合，
或是你看那个面团要做面包的时候，还在拍打，还在弄，还在滚那个面团的形状哈。现在还在那个阶段。白话一点就是，你们两个的能量上的时间线的契合度还没有，还不算很同步啦。所以这个因为你们的能量跟整个，为什么说你们能量重叠了？表示你们已经走到最近的距离了，然后能量的整个结构啊、大小啊、range 啊、size 啊都很吻合，所以就有一种重叠性。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差你们认识之后的性格契合度，就是已经很现在就算还没认识，已经很契合了，就是不知道为何你们在这个能量重叠的这个圈圈里面，一直没有很明确的遇见啦。那个很明确的遇见会很像是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很多两人世界共同聊天的状况会出现，可是就目前看起来还在搓汤圆的阶段，还在那边搓，那没有明确。然后我也没办法，一直都是火能量哈，我刚刚已经说了，所以你们真的已经，这边我反而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有遇见过了耶，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能量完全没结合，成为某一种没有连接上的错过。所谓的遇见过，有可能像是你跟你的朋友出去哈，然后他也带那个朋友出去，两群朋友有遇到，可是只有几个人在互相聊天，可是你还在做自己的事，他还在做自己的事，完全没有注意到彼此的存在。因为从这个牌看起来，我发现有很多事情，你们有很多交集点，有很多方向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牌在告诉说已经出现了，也走到了。嗯，只是这个让我很明确知道，错过了蛮多了，错过的蛮多的。不知道有些人的能量情况就是这样，需要一点时间去黏在一起哈。总之啦，你们彼此现在在同一个园里啦，范围不广，随随便便出去，其实只要仔细注意一下就会遇到。然后这边有，如果他很明确看到你的，基本上你们的互动就会很明确的开始，不会看到了没什么反应这样。因为他那边有产生某种还蛮多的好奇心对于你，这边这个情况都在后面蓄势待发的。哦，那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个就是一个最近的陌生人。你看，火能量八了，放大一点给你看，八了哈，三啊，这一个是你们两个，就是说我刚不是说你们两个能量重叠吗？重叠里面最核心的绑住你们的那一个能量呃，也就是他那边有一个能量告诉他说，好像最近很不想再孤单一个人了，很期待一个新爱情的能量，在最底下就是这个，然后而且非常快速，非常积极，不能说快速，应该说非常积极的，在他心里这样。所以他现在还是处于一种小失落状态，因为他其实不知道他跟你错过，他反而只是觉得他每次出去都没有收获，也没认识到人，没有认识到特别有感觉的人。可是他心里很躁动，就是我想认识，我要什么，我要出去，我要去看看，认识更多其他人，这样。好，目前看起来你们两个的相遇卡在某个时间里了哈。本来应该要见到面了，可是突然停了一下哈。没关系，我继续往下看。哇，我是牌没洗干净吗？为什么怎么翻都是这些？
好，一样权杖二啊，4啊，好，3啊，你看7啊、8都出来了。我看一下这里哦。我刚刚一开始说你们中间你们的相遇很像要拨开很高的芒草遇见嘛，然后权杖2告诉我说，这个状况很像一个玉米园哦，你们两个能量的重叠很像是两个人要进入一个玉米园，你知道电影很多玉米园嘛，都会长得比人高嘛，这样。意思是说，他看到了这个玉米园，跟你看到了这个玉米园的时候，差不多同步，然后两个人都有内在都有一个心情是说，我要找的人就在这个玉米园的迷宫里，所以你们两个就进去了。你们两个心态上都有这一个分水岭，就是突然的觉得我不想再孤单一人，我要开始去找看看他在哪里。这个讯号一强出来之后，你们两个就几乎是进了那个玉米园，几乎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共同的圈子里，共同的能量圈。从这个点来说，哈，从这个节奏跟速度来说，其实这个人离你的生活圈真的不远呢。哦，你看哦，他都有错过那么长的错过，跟在不同空间。我的错过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们每次都在路边，然后擦肩而过，不是这种。我说的错过有很多是时间跟空间性的错过，有一点像是说你们都在礼拜六出去，都去了同一区，可是你们在这一区的有人在西区，有人在东区，即使很近，却没有遇到，或是你们都去参加了一个活动。都参加了一个活动，可是整个晚上，你们彼此都被其他人挡住，都没有发现彼此的存在。可是你们内在总有一个共同的默契跟心情，就是哦，今天我要去那里，然后就是今天我要进那个玉米园、玉米田，然后就进去，可是就是找不到，因为你想一下，那个玉米田、玉米树很高，很像迷宫，就是看不到，听得到、感受得到，好像就在附近，可是就是看不到。你可以直接把它当成说，你们现在的共同的能量圈像一个迷宫啦。用喊的、用叫的，仔细听都可以知道有个人、有个能量在附近晃，可是就是没找到，找不到路，找到很近，可是就是错过这样。哦，那这一个内在的能量很强，因为火能量真的很强。它强的意义是什么？还在渴望着，还在寻找的。尤其他那边这个能量很强，所以让他一直持续的会出去，让自己被看到。他其实一直在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对于要找一个人在一起这件事情，他目前算很积极。那你这边你该积极或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跟你说建议。这边没有任何建议，这边的牌几乎今天哈，sorry 哈，忘了啦。今天的牌这里哈，今天哈几乎都在说这一个人啦，都在强调这一个人哈。那我从这里金币5哈，它这个爬升加上这个距离感真的看，你看金币5，金币5再次强调一件事情，你们真的是在迷宫里的墙挡住了你们的相遇哦。总是在附近，总是在什么？我不觉得他这一个金币5的距离有多远，我反而觉得你们在隔壁，你们在隔个一个墙哦。你记得我刚讲了很多种方式哈，像玉米园啊、芒草啊、墙，从刚刚一开始翻到现在就一直都是这个讯息啦。哦，有解方吗？他这边只有说，记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因为他这里好像讯息是在说，当摸索到了某一个程度，哈，当摸索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自然会找到路子，自然会找到方法，好吗？再大的迷宫，只要保持最基本的、最天然的、最纯的、最 pure、最低线的期待。
就会那路子就会自然排出来。会因为你的熟悉或什么会排出来。我觉得他这个点比较像是你要开始和他也要开始表现的比较无常一点，比较无我一点，比较无所求一点自然那个路径会出现。因为他现在有点觉得太刻意去找，太特意去摸索，反而常常会造成一些能量结合上面的偏离啦，所以常常会让你们在很近的情况下反而没有遇见。很奇妙的一个状态了但现在能量的结构想法就是这样。好，来看这里，金币3金币国王，钱币10，先讲金币国王讲的他说，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状态，找不到对方，能量没有出现，他可能就会定下来这份关系，把它转换成某种你们关系上的稳定跟定义了。白话一点怎么说？就是如果再没有遇到，就可能会遇不到了。它会被定下来，这就是你们俩的关系。然后因为这样子变得非常的冷感，或者是比较定下了、硬掉了，就会变成即使你们后来遇到的时候，感觉也是处在一种非常有距离的，没有办法很快吻合的，甚至有可能这个共同能量重叠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偏离了，这个同心圆可能就开始离开了。这样，这边有说那他这边没有给解方，他这边就直接说，如果这时间再拖下去的话，严格说起来，可能就无法帮你们保留那一个见面的火花了。无法帮你们保留见面的火花。我只能说啦，只能出门的频率变高了看看你们的错过的那一个像钥匙一样的缝合，哪一会不会被打乱？那通常我会看到一些解方了，这里我真没看到，我再找一下不过我跟你说，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金币国王跟金币10，他们的概念现在是相斥的，他们没有同步，他们没有共识。金币国王会觉得说，可能会僵硬到后来就这样了，没有发展。可是金币10却告诉我说，以最严格的角度，他想要传达给你的讯息是，别担心，会有好结果的。所以这两个相斥，我就会觉得，是否他是在暗示不会走向金币国王那一条路，或是说金币国王讲的那一个会僵化的路的讯息出来了之后被说破了，然后你们开始有一些门打开了，就是这个迷宫里面突然墙开始有门了，有窗了，或是金币10在告诉你说，有可能会有外力的帮忙，会有外力的帮忙或什么。其实为什么说有外力的帮忙？因为金币10、金币3的其他人角色蛮多的，而且都是带来非常大的助力跟善意的。那他们又在绝对理智的位置告诉了我这件事情，所以我能转达给你的是，还有我们不太知道的其他人会帮忙你们两个遇见。但是这个帮忙并不是因为察觉你们两个能量或者什么，不可能察觉到这个。他的帮忙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些人会创造出更多让你们在同一个空间、在同一个活动里面出现的事件，然后终究会有一些漏洞，终究会有一些乱数，它不会这么定时的。当你们时常
出现在同一个空间，时常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终究会有一个破口，会让你们不小心发现彼此。那这边的火能量很强，有在保证一件事情是，当你们遇到的时候，感觉就会很强烈。只是现在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挡住了你们的视野，所以无法察觉，就是这个人在眼前这样。他这题虽然水能量没有很多，可是火能量被转换成某一种直觉。他这种直觉很像是有的时候，譬如说，就像我说的，你去一个地方玩然后他可能有分1楼、2楼，你跟你的朋友就是待在1楼，可是你今天，然后你们从来不会去2楼、地下室或什么去别的位置。你们会有固定的位置，可是今天你就会特别想要去看看。我说的就是这个破口。有的时候，当你们很近的时候，你会有某一个特别的直觉，这个直觉会加强某些行动力。我就说这个火能量变成某种直觉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我今天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一个反而是你们两个在非常靠近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契机，让你们相见的。好，不过开心啦就是金币10跟金币3都有点在保证说别担心很难走向金币国王的位置啦。金币国王的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定义说未来一定会这样，它的位置是在严厉的告诉你我说，再这样子下去可能就没救咯，还是这样子的态度他没有办法，他不是定义，他是以一个非常理智的推论说下去的好，来，我们再看其他的好，来看一下。好，权杖骑士权杖10，让我思考一下权杖10的位置我认为它这个是一个逆向的方式。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可能在这个迷宫墙里，可能有门打开了，有窗户打开了？权杖10告诉我说墙变薄了，墙变薄了，然后没那么难走了，迷宫变得比较简单了。那它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没有无来由的就讲，他这边有说有这个墙变薄，迷宫变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自于你们心里要有某一种升华跟开窍。那这个升华跟开窍的方向感应该是说，等我一下我第一个讯息是说不要期待，自然而然就会遇见。那我一直觉得第二个讯息好像是在说要放下什么，要拿掉什么，好像是说要拿掉某种你只期待什么样子的人出现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你脑袋可能有我希望下次的新恋情是 A 的样子条件各方面， B 的样子条件各方面这样，可能有3、4个这样，或是有你习惯喜欢的一种感觉或什么。他这边好像有点说希望把这些感觉先放下，他在映射了出这一个人好像有一个会超过你想象的状态，无论是外在或什么，反正就是不是你原本想得到的。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反而就是说，当你放下或是不用这个方式去期待的时候，更开放的时候，你的视野跟你眼睛会看到
更多人，而他就在那个更多人里面，你就会看到他。其实这一个点也在说他，不一定只是在说你，也是在说他了。只是我们现在只能跟你说，那这一组牌的智慧很强，很强。这个组牌给的智慧很强，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接受一下，试着去想看看，没有一定要立刻达成哈。像他这种建议，这种有需要开智慧的点哦，通常都需要好几个日子、好几天啦、1-2周啦的，慢慢的去思索出那个感觉。他没有办法那么快，他不是下指令，只是这里有这个讯息，那你可以试看看。我觉得通常这里给的讯息都不会太难，都是非常日常的讯息，可是用在自己身上会变难。好，所以今天是你面对了这一个讯息，他希望你放下很多。你只期待某种样子或是的那些东西先放下，或先放着，放在一边，然后去怅然的去认识朋友。那你应该有很大的几率，你们之间的那个墙变薄，窗户变多，门变多，甚至不是迷宫了，上面只是一个小草坪而已哈。好，主要在讲的是视野啦，视野的问题。那另一个好事是，你们寻找对方的这一份能源，这一份持久性的火能量一直都有，而且有支撑着到你们遇到彼此、认识彼此。所以这个点的白话一点讲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在没找到前，两个人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了，因为现在这一组是我刚刚一开始就有定义一个东西，是说他有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等他，有个黑色的盒子在等他打开，他有一个等待，有一个期待，这个感觉有出现，所以才影响他近期会比较想要去找到个人，这个转换。你这边其实也是，那我这边的火能量的意思是说，这一个要找到那个黑盒子的能量很足够让你们前行，所以也让你们遇到彼此啦。那刚刚讲到说，一开始进入了这个重叠的空间的时候，会有一种期待。那这个期待跟我刚刚说的权杖四的期待不一样，这个是你已经定下来，你知道你在等什么。可是他这一个期待，一开始你们能量重叠的这个期待是有一个心情会有一种喜悦，是好像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可是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你没有 A、B、C、D 这样哈。好，再来是圣杯8哈，这里，圣杯8对我来讲，通常都不太那么困扰啦。它给我另外一种定义是，有可能你会摆脱。我觉得它这个圣杯8跟这个10是一起的啦。需要摆脱，然后他也看到了你会摆脱一些旧的想法、旧的观点，对爱情的旧的也不能说旧啦，就是你现有的，比如说你所期待的人有 A、B、C、D 种类，这就是你现有的。可是8在告诉我说，你因为今天的智慧提示、牌子的提示之后，你会试着去丢掉这些你认为爱情的样子，或是你所期待的人的样子，用一种更宽广的态度去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边其实在讲说，只要你跟你之前在爱情的做法不太一样，转个方向，似乎离你遇见这个人就不远了。好像才比较能对齐。今天你们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对齐的能量我觉得不强，好像两个人都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哈，然后就一直没有交错，一直没有碰撞。好，我先做个小结，我再看一下我后面要翻哈。小结就是你们已经很近了，无论是朋友圈还是什么，这个是朋友圈的，这个跟工作没关系哦。你们已经很近了，其实应该要认识了，可是不知道为何
能量没有连接起来，能量没有连接起来，能量只最多把你们丢到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却没有让你们连接起来。那这边找到的一个契机点是，可能眼睛没看到的，是因为眼睛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会错过彼此。彼此总是在边边角角的画面里面出现，却没有办法有印象有感觉。所以这边给的讯息是说，似乎能找到的一点点的改变的契机，就是要可能要先抛开你具体的期待，也就是说，你想要遇到什么样的人，你想要怎么样遇到，你想要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会是怎样，这些期待都可能要先放着，都可能要先放着，因为对于看到彼此的这一个视野来说，眼睛的视野来说，似乎现在偏窄，要再放宽一点好。你就设想一个情况嘛，两个都在同一个圈圈里面，两颗弹珠弹来弹去，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彼此的存在？那是不是什么？因为眼睛看的地方都没有落在实处啊，或是看得不够宽广，所以不知道其实旁边还有一颗弹珠在滚来滚去，只听到声音就没办法确定是什么，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好，这就是今天的1号牌哈。那祝福你啦，因为你们已经很近了，能量重叠就表示就是在附近了。很靠近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特别的感觉，只是很难具体的去觉得说到底这是什么感觉，是谁给你这个感觉了哈。好，那就这样哈，今天这些牌就足够讲了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跟期待啦。虽然我刚刚一直说要消灭期待，可是那个是已经定制下来的期待。我现在说的期待是对于一种无常、无限更加的期待。就这样，祝福你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这是你们今天选的神谕卡哈，来仔细感受一下哈，它的氛围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和他的能量已经重叠哈。好，那我们来一样哈，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分布哈，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支线我们需要翻转或什么的哈。来，我翻一下哈。好，第1张哈，来，其他我来翻一下哈，你等等。好。好，再来哈。好，先这些。来，我们先从这个国王牌来看一下皇帝牌了。皇帝牌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题目2个在同一本书。你跟他的能量虽然重叠，可是这一个国王牌让我发现，他才是主导着你们能量的进行跟结构的人，有点比较像是说你融入了他的能量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好事啦，就是说你的能量各方面都愿意跟自愿的被他的能量所导引的话，所以以一个方向感来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工作范围里的关系哦。它很像是你进入了某个 team， 或是今天你在这个公司范围里面，这个人可能很有责任跟很需要去领导你该做什么事情，跟你接下来的方向感。你现在很需要被他
牵引着。那它是核心，你是环绕这个核心的人哈，你是环绕这个人，就很符合今天这张牌了哈。这个谁？你仔细看哈，到底是乌鸦们环绕他，还是他挟持住他？他有这个控制力吗？还是他有这个魅力？哦，那这些乌鸦是自愿的吗？是开心的吗？是挟持住他的吗？还是在帮助他的吗？还是在协助他的吗？这种环绕的概念，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好像密不可分，他们分不开哦。只是这个警告，这个声音很多，在你们中间有很多，可是主从关系呢，或是协调关系呢，目前看起来，它是主要控制你们两个能量场的那一个核心啦。所以我会直觉觉得，这应该算是工作范围里面领导你的人，或是对你有影响的人。他不一定领导你，可是他近期对你的影响还蛮大的。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到底会是谁在附近？那我不认为，我也没看到你们这个能量的重叠是他主动想要靠近你的能量，没有。我觉得这算是你们两个最接近的一个开端，能量最接近的一个开端。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会有等等会开始发展出一些别的事情支线哈。来，我们从这个，通常有问题我直接翻就好了。一样哈，看图形不看字哈。那这跟我刚想的方向是差不多的啦，确实是开端哦，确实是开端。然后你们会有慢慢的接近，会有比较多的、更多的共识，这里会说出现一些共识，然后会更有 partner 的感觉，就是伙伴的感觉，会更有伴的感觉，会更有依赖感，会更有，因为你们现在的能量是属于你融合进去他的耶，哦，是自愿的，是被允许的进去的。可是我不确定是你自己的主要思想去自己融合进去，还是就这样子融合了起来。这个点我就不太确定，我只能说你们已经是能量上是融合了起来。这样，现在比较像是说，在某一种场域里面，你任由它的能量来指挥你自己的能量，这样哦，也有一点心甘情愿，但没有什么瑕疵处分，就觉得就是一起了哈。我们刚才说融合起来的时候，这个牌就这样哈，看图的，其实是看图样带来的意思哈。你去意会一下这一个所谓的融合跟两个能量的这种重叠哈。啊，不看字哈，不看字哈，只看图哈。你们很近啊，你们很近，还认识的哈。只是坦白说，这份情书还没有起来，还没有出来哈。好，来，的确是刚开始，底下有一些能量正在逐步的完整起来。他好像在搭建你们两个人，他现在好像在搭你们两个的桥，但是现在只在搭一些进入水里的一些支架而已。桥的桥面还没有出现，现在只看到一些支架在开始往上盖啦，往上打了。不过力量很足够，没有特别的干扰哈，不是在一个很急的水上在盖这些东西，比较像是在干枯的季节里面在盖，所以盖起来是稳扎稳打的，没有任何干扰。只不过因为没有水能量，盖在这个河上面没有水哦，现在是干枯，表示说你们两个现在只有把关系连接起来的能量，没有感情上的情愫的能量，在做你们关系上的结构上的创造。我不确定有没有，可是以现在看起来，
因为你们的能量是重叠的虽然我说融合，可是基本上是重叠的。我们只能先定义现在是你们最近的距离，那你们的篇章、你们的故事这样开始展开，这样，所以你们的相处里面会有慢慢的变得互动变高，关系变亲密对谈变多，依赖感也变多我反而看到这一份依赖是他依赖你比较多，他需要你为他做很多别的东西。其实以工作上的，我现在真的就觉得就是工作范围内的其他交朋友呢，我觉得都没有搭进来因为朋友的关系里面或是陌生人，他没有这么强的需求感，互相依赖跟能量的融合，跟你被动的或是无论你是不是自愿的被他的能量领导不太有这个。工作上就非常明确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我觉得它这个它不一定是现在式它有可能是未来式的只是我感受到的是已经有发生了一些你们的互动，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抓到的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啦你们会有这样，所以你现在没有感觉到，你可以期待看看，或是摸索一下近期会不会有类似的事情要发生我觉得不太像过去式啦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某种迷雾或是某种流调我抓不住的东西哎，这是什么的逆向8权杖8好，那你们之间应该会开始有一些小纷争跟小意见不合啦。不过在情感上、情愫上都是来得快去得很快了都是一些小小的辩论、小小的小摩擦而已但是不会影响感觉或什么，反而会激起你们两个关系上的扎实度，然后走得比较远的时候，或相处的次数比较多的时候，会更多这种。可是从某种恋爱能量的角度来说，你们有感情越来越浓厚的契机会出现，但是这是你们的相处模式但也因为是工作上啦，所以它并不会100%跟永远这么和睦，它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意见、跟不同想法、跟不同做法。对，好，这张愚人牌出现之后，我看到了某种两面性就是其实我一直有感觉到，它虽然好像是你融合它的能量，可是好像你们又有上下层的能量，只是现在它在上层我们看你们两个能量的重叠，可能是从上面的镜头往下看，所以很像是它覆盖着你的能量，所以感觉上你们能量有上下层。但我有渐渐发现的两面性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角度看出来，你的能量其实是比它大的。我有看出来它的虚弱性，也就是说，它内在有一个需要被依偎、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滋润的另外一面在这里出现。只是他把这一个能量丢得比较远，不会在你面前展开，然后他会装作不知道，他会回避他会当作没看到他这个比较需要人疼爱的能量在这里。但偏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们两个的重叠性来说，你的能量在这方面是更大的。我看到的是，在你们相处在慢慢走下去之后，我刚刚前面就有说他对你的依赖感比较大嘛，的确这一件事情在后面会再更凸显出来，但是要变成你们的相处在更的比较亲密，更加熟悉彼此的性格转换才会有的所以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今天这个在工作上的这一个人，他其实不一定是你的主管。我刚刚也有小小调整一下，他很有可能只是现在在工作上或什么，他是处于一种比较需要听他意见，而你也需要他的意见跟着他走的角度。
可是慢慢再走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脆弱，然后你有东西能互补它跟支援它。那它这个愚人牌，另外一个面上在告诉我说，即便如此，他还是看得远、走得比较远的那一个人，所以你们两个能量上的重叠性的确比较接近，你跟着他走就对了。即便你有发现他内在有些脆弱或什么，但是后期啦。可是这一个点，他也很可能不会具体的显现出来，然后让你要去支持他，或者说没有，他有的时候会变成是，你有感觉到你可以帮他，而不是你有感觉到他需要你，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哦。你只是有感觉到你能够帮他，所以你知道，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是他需要你。哦，有时候是这个不同的结构顺序了。但愚人牌出现，我觉得这能量蛮强的，它带来了另外一个讯息是，你们会有突破现在这个关系的下一个关系出现，很纯很新，然后还在后面比较远的地方。那确实是要让你们这一段先走完，比较以最普遍的说法就是磨合期啦，无论是工作的同事的磨合期，或是以朋友来说的磨合期，反正就是这个关系的磨合期就在前面。那后来愚人牌的能量就会发威了，就会往新的模式走去，往新的模式走去。那这张隐士牌其实它有点像是刚的愚人牌的底层底下的核心思维，就是说你们需要，就像我刚刚说的，当它的脆弱性出来的时候，然后你们有一个更加的紧密度的时刻出现的时候，亲近的时刻出现的时候，然后你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那新的关系就有点抛开了工作上的情愫，更像是这个新的关系，更像是寻找彼此的重要性在哪的阶段。因为我前面说那个依赖感蛮重的嘛，那个依赖感会持续性蛮久的，它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跟恋爱有关系的在意，比较接近的那里，它会慢慢毕竟变成那样子的状态了哈。那等到那个状态很近的时候，他其实会，我觉得他会先主动，他会先主动在你们的关系上去寻求，或是去确定这个关系是什么。好，那你也会从他开始有这些想法之后，你也会开始确定你是谁，你是他的谁，他是你的谁，然后你们关系是什么。好，不过这个讯息很早就在你们的认识之后，在心底就有一丝的感觉，就是其实我比如说你们应该是对彼此有特别的感觉，然后但不是很有感觉，然后那感觉也不是爱情的感觉，只是有特别的感觉。那只是在你们后来这个相处之后，慢慢相处之后，变得更近的时候，我刚刚说愚人牌这个能量出来的时候，你们才会更加确定，那特别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彼此很特别的人，出现了在彼此的人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你们会想确定很多事情。那在确定这个过程中，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更加亲近啦，会更加亲近，因为你们的依赖感已经持久下去了。那今天我们捕捉到的这个人，基本上也是故事的刚开始啊，因为才刚融合，才刚重叠，所以才刚刚很近啊，才刚刚很近这样。好，好，来，才刚开始很近了，然后月亮哈。
这应该不算月亮，是9吗？哦，一直误会这牌权杖9了，因为那个月亮影响了我。哦，就如果刚没有意识到这权杖9会被那个月亮能量带走。好，没关系，我先看一下。那你们关系要慢慢建筑到比较亲密，要一段时间。你看这个权杖9，它形容的是一个楼梯往上走嘛，哈。那权杖9本身就有一种蛮强的建筑感、建设感，然后后面是权杖10嘛，它一个负重。其实权杖到9岁已经是很负重了啦，很负重了啦。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来讲，你们关系上慢慢发展的流程来说，就是比较慢，要慢慢弄然后快不起来，所以你们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走到我刚刚说的这里。如果我们做一个分隔，这2张是后面的话，那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走到这里没那么快。那我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宝剑8的话，简单来说啦，你们2个还会比较坚持己见，就是我刚刚说你们2个会有蛮多纷争的、辩论的、摩擦的，主要还是因为在工作范围或什么之类的。我前面就已经讲了，然后这边也是。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状况？因为你们2个都还比较相信自己，比较在乎自己的，然后有的时候会退而求其次，会忍耐对方的什么的。所以可是这是你们2个交手、交往或是交流的互动的一个初期定下来的模式了，这就是你们2个增进关系的一个方法了。不甜蜜，不浪漫，就是非常多的辩论或非常多的讨论这样。那主要还是因为你们彼此能量靠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反射性的讯息，就是我自己的声音最重要，我已经会的东西很重要，这样希望别人听，可是眼睛没看到，没看到什么？没看到别人也在忍耐你这里。但这就是你们两个相处方式我没有觉得这个会破坏什么啦，因为它这一个你们的相处方式衔接了2个事情，第一是往你们关系更美好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你们相处的。然后第二是也在建构你们2个人的关系的扎实度，所以这是你们2个相处如何一起往美的位置走的路的样子，不是每一组都会甜美的啦。来看这个3，这是皇后。这组牌很偏萨满，或是比较黑魔法的概念啦，所以它有时候概念会跟原本的塔罗不一样，所以我每次都要重新审视一下我看到了什么。那如果是皇后牌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必须说，刚刚说了，这整个路径需要花时间，然后你们的关系是吵吵闹闹的，然后越来越好。那这个越来越好的路径上，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的相处每一点一滴都有新的收获了，才会慢慢走到这里，换成一个新的关系。应该是说，你们吵架吧，工作上的辩论里面最激烈的都是刚开始认识的，后来你们就慢慢的理解彼此的个性、性格模式之后，吵还是归吵，讨论还是归讨论，辩论还是会有，可是那一个激动性，那一个不满的气息就越来越小了，因为你们有察觉到每一次讨论或每一次相处都有收获，都很真实都有收获，都不浪费时间，所以才慢慢建立你们2个的关系有越来越怎么讲扎实，越来越扎实那这张牌也说当你们2个开始确定彼此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的重要性，或是什么角色之后，那领奖品的时间就到了，因为你们2个能够互相协助、互相帮忙，而且还能够互相帮助彼此打开心房，心里的一些结、心里的一些锁，
你们彼此能够倾听跟互相帮忙，所以才说，当你们两个找到你们两个对于对方在你人生是什么重要性，彼此找到这个价值，你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就开始领奖品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只是记得，这是一段，这里还有一段爬升，还需要时间。哦，这个作为爬升，或是这个作为爬升都一样，无论模式是什么，都还是也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不快，它快不起来哈。好，我看一下，5哈，8，好，4，这是什么9哈？我看一下9，好的东西蛮多的哦。以牌面上非常严格的去审核了你们的关系之后，答案是说你们确实是跟我刚刚讲的这个红号牌的一样哈。你们确实是一步一步的相处之后会越来越加分哦，而且你们的关系真的是很扎扎实实的，变得很坚固，变得很坚牢哦。然后但是情感面确实是在比较后面才会出来啦。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开始真正认识对方的好，跟感觉到对方的好的话，的确还确实是在后面这里哦，因为他这里还是属于他们的，还是需要在后面那里。确实，你们的关系的亲密度还需要一段时间啊。这些都只是在重复讲，你们要变好需要一段时间，只是他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他用你们的相处怎么相处来讲啊，然后他用日子时间来讲，他时间就是在讲说每天每天的相处都有走进步感觉，然后他用一种比较遥望的，有点像是心愿、许愿、仰望、期待的角度去告诉你说，当你们关系开始变好的第一件事情是，你们开始能够比较认真跟静下来欣赏对方的优点、对方的好，跟你会开始赞赏这一个人。跟别人谈到他的时候，都会开始说一些他的好话，而不是因为你们相处上有很多辩论或什么的时候，可是却产生一些埋怨或跟对这个人的负面的感觉。不会，你每次都会慢慢的建立起关系的扎实度了。哦，后来你还会开始说他的好话。目前这样子哦。好，来，我们再看。我刚刚想到要多翻一张牌哈，来，先让我整理一下。刚想到这个空线，这个遥望这个距离的时候，翻一下牌哈，来看一下。好，那没问题哈，就慢慢啦哦。你们两个现在在共一个这边讲了，你们同步性很强啦，也就是说你们是能够互相帮忙的，这真的又多说了一次。总之，你们能量上是非常契合的啦，哦，只是相处确实是用吵吵闹闹相处起来的，建立起来的，这个没有问题。好，那只能说以这题来说，2号牌的朋友在这份相处跟期待上，你最近跟其他人应该要更多的耐心。然后更加的去挖掘一下你看起来会讨厌的人，但他是不是有优点，其实是你也喜欢的。好，来，好，是哈，牌面先说了一个比较有用的建议，是他说，我只能把牌面的讯息直接告诉你了，他怎么用我不知道，他前面只能说，
你们这份关系里面适当的安静下来还蛮有用的，还蛮重要的。其实我大概知道他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需要所有事情都为自己辩护啦，不需要所有事情都拿出来解释啦，都一定要解释。当对方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就让他去消化吧，我们不用急于解释。当对方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先让他去误解吧。他慢慢的就会发现，他想的不够全面了。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说这边休息一下、喘息一下，不用去争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你总是极力去争取或什么时候，好像在推销一件对的事情，而我们就让他自己去发展的时候，让他自己想清楚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是他自己得到了答案。如果我们强加去解释或什么，有的时候是我们去推销了他不想接受的东西，好吗？那他很有可能接受，是因为他在答案跟你之间选择了你的关系，那不见得他真的有接受答案哦。所以才说这里才说给的智慧牌就是说没关系啦，我们就休息我们的吧。当别人对我们有误解或者不理解的时候，那就让他自己花时间去理解喽。好，那我们就花这时间去好好的休养生息，很重要，很重要，不需要所有事情都立刻去争取。然后这边也有啦，这边跟这个牌差不多啦哈，就是比较后面的，他就告诉你说，是哈，其实这里就是在说不用担心啦，后面确实是有比较温暖的结果。如果这是以小说来说，可能有10集，这是第1集的最后了。他在讲说最后，反正后面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啦，会慢慢发展成那样。不要被你们时常的争吵跟激烈的关系误解，好像后面你们不会怎样。其实，在这前期，在我刚前面说愚人才发威前，你们都还是会觉得彼此只是工作上一个常常要吵架辩论的角色而已啦。可是不要忘了，刚刚有说过，它会累积你们彼此的情感跟信任度，会累积出来，所以后面就会去迎接了圣杯9、圣杯10的一种幸福的感觉跟赞赏，或是彼此的认可、认定，就会慢慢就会浮现出来了。好，骑士哈，那骑士这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需要讲的啦，他也就只是说会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啊，在你们两个相处之中啦，那他也相信你们会用很高的理智去理解，或什么比较不会情绪化。这边很多的圣杯出现的都不是你们两个内在的情感面，而是在讲的都是比较未来式的、前瞻性一点，就是说你们的结局还不错，第1章的结局还不错而已，第1集的结局还不错而已，并不是全部的结局。好，差不多哈，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做个小结一下哈，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跟你有工作关系上的人。那你们初期，所谓的初期或是前期，也就是你们开始发现彼此重要或是会依赖对方的这个感觉之前，我都算前期哈。你们的相处应该蛮多的争吵、辩论跟争取啦，就是谈话上有很多的交锋啦。那是因为那是你们的相处方式，先记得这是你们的相处方式。什么叫做这是你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是建立你们感情越来越浓厚的方式。你们不是从甜蜜的感觉建立起来的哈。然后牌面至少有3张告诉我说，你们只要慢慢这样走下去，后面有很幸福的东西。那这个幸福的东西包括你们好像能找到彼此，第一，在人生的位置是什么；第二，你们彼此是彼此的什么角色，然后这么重要，这样。可是再次提醒，那他都还要后面一阵子哈，不是最近哈，最近就你跟他的互动会蛮多的啦。那如果选2号牌的朋友，不是工作环境，你会想说我工作环境没有这样子的人或什么的话，那我觉得让我想一下哈，
它有可能会是，你想想啦，就是你除了去工作环境之外，其他环境里面有谁是会常常要求你做一些事情的？你去上课，老师会要求你做一些事情，反正你去想想是谁会特别要求你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就是这个能量也算是这。但是我觉得偏小，我觉得这一集还是因为太多工作画面了啦，所以我很难说不是工作的领域里的东西哈。好，就这样哈。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好的方向感，希望你听得懂哈，或是也不是说听得懂啦，就是给你有些指引，你能够接受或你有感觉到哈。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和谁的能量已经重叠哈？你和他的能量已经重叠。好，这是今天的神谕卡哈，你们看一下，感受一下哈。等一下应该会被这个能量的方向所影响，往那边去发展下去哈。啊，来哈，来，这今天的塔罗牌哈，来，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发展，好，然后再看一下支线哦，好，等等哈，再寻找第1张牌。好，第1张，好，再来1张，好，等等哈，34。好，再来，好，就先这些哈。好，我看一下哈，金币国王啊，其实金币国王是一个蛮复杂的牌，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要定义你们两个能量的话，必须说，你们应该是已经有一个蛮稳定的关系耶，哦，蛮稳定的关系，但是就是说，他这个你们两个这个稳定的关系，它不是恋人关系，而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是某种已经有点持久、有点时间的关系了，不知道是朋友还是什么。我必须说，工作上的同事也是某种关系哦。反正他现在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现在是蛮稳定的，而且这个关系已经持续很久了。那但你们的爱情能量却还是没有出来，因为你们两个都还是目光上都还是只是注重在自己身上而已。那水能量跟能量还没有出来，可是今天这个题目说重叠的时候，表示它应该已经要往那边发展下去了。好，只是我还是必须老实觉得，还是只是重叠起来，它这个发展性呢，哈，我只能说你们在感情的角度上还没有看到彼此，在感情的角度上还没有看到彼此，只是这个人算重要的存在在你的生活里啊。然后你们有一个定式的关系，就是如果是以工作上，他就是你的同事很久了；如果是朋友上，就是你们做朋友很久了，然后关系没有再更亲密，也没有变弱哦，就是一个很固定的关系。只是最近你们的能量成为一种很近的重叠之后，它会发生什么事？你们身上的水能量跟火能量会因为重叠性来说会产生某种连结，
会产生某种连结，也就是说，会对彼此有特别的感觉会出现，然后关系上、言语上也慢慢的会秀出一些跟爱情有关系的东西。但这个我们要再往下翻，我才会知道了哈。没关系，这个我先放着。这我先放着，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牌要看。来，那从这张牌我发现，你们现在的关系好像没有很好的时机点能告诉对方，或是就还没感觉到爱情啊。我的意思是说，即使现在有爱情能量，或是他喜欢你或你喜欢他的能量有出现之后，可是现在的关系上好像也不适合讲这件事情。那也因为不适合讲这件事情，先压在前面，所以爱情能量很难从里面跑出来。现在是这样，但现在的这个重叠性已经是让你们两个最近的一次距离了，或者现在这距离就是很近，就是已经是非常适合产生恋情的一个角度了。没关系，没关系，这组牌要多翻一下哈。这组牌前面给的讯息很僵硬哈。好，是那个骑士宝剑，那这张哈，它的位置讲了一件事情是，这份关系有一个突破点，但是还要走一下哦。好像有能量，他们能量上有自己在厘清一下现在这个关系的僵化跟破口到底在哪里，或是他会开发出一个破口。白话一点讲，就是以能量上来说，因为你们重叠，所以你们会有新的事件跟新的互动会产生。会有新的互动会产生。原本以前打个比方，原本你有一个朋友，你平常都只是认识，你很少直接跟他讲话，私下也不会传讯息给他什么的。近期应该会找到某种默契，你们可能私下会传讯息，会分享好笑的东西，会产生一些新的之前都没有的互动，会产生一些新的默契，会产生一些新的对话。这是宝剑骑士告诉我说，接下来会有。但是宝剑骑士讲的并不是立即性的，宝剑骑士讲的是能量正在往那里走去，所以会慢慢会有新的互动，你跟这个人哈，然后会突破，会打破现在这一个比较定式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主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现在能量两个人是重叠的，所以它有很多化学作用跟很多交集。因为你们的能量重叠，可是你们能量并不是两种完全一样的能量，所以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状况会产生啦。哦，那还好是宝剑骑士在做整个能量的理清，所以他会帮你们找到破口，会找到一些适合你们的事件来发展你们的关系的亲密度，或是关系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哦，这边看到是有了，好，那些我们再往下看就好了。好，慢慢的这里就会往这里走了。这什么？圣杯国王啊。也就是说，会安安稳稳的创造出你们两个人的新的情愫会跑出来，所以这组比较像是有点日久生情了哈。那这一个重叠性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你们两个很近了，让你们两个有产生新的火花、新的化学作用哈，会有新的对话。那也因为之前的关系，因为僵持跟僵化了很久了，所以会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成长跟刚开始到现在的改变。那这个新的对话里面会因为不小心发现了对方的成长跟改变跟不一样的那一面之后，你们会有新的东西会跑出来，然后才开始往这个地方走。他已经这样子发展了，就是会往爱情的方向走的哦，只是还在很初期。今天三组牌都在很初期，那是因为今天我们定义在重叠嘛，表示你们本来的能量可能只是很靠近，可是都没有发展出各种东西。可是今天是已经在重叠性很高的时候了，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状况，很多的新的变化出来哈。好，这一组的牌有些都讲的很淡哈，所以翻的比较快，我们来慢慢看。你们的关系上应该会在有新的对话、跟新的内容、跟新的事件或者新的邀约之后，会产生一些对对方的观感跟想法上面一个重大的改变，会有重大的改变，会有一个大翻盘，会有一种就是哦，原来你
真正的样子是这样或者说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原来你的兴趣是这个原来你下班之后或什么你是会去做这个东西，做这些事我也喜欢了，我也想去什么的，你们会产生某种很多新的兴趣，所以你们的关系会跟以往不同所建立起来的很不同啦，会很不同。简单来说，会有一点点像是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往这个方向走，很像是从一个熟悉的人里面，才慢慢发现说，原来我们彼此都没有这么在意不过我先说，他这个工作能量跟朋友能量都没有很明确，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们现在我真的没有那么明显的画面说这是在工作上的人或什么的。我比较多的是已经是你们后续的谈话跟互动的画面了，就是变得比较亲近一点，话比较多了，比较更像朋友一点更像朋友一点。这张牌也是在讲啦，你们目前其实这个事都是目前的，其实你们在这里而已，你们现在在这里，然后这个能量等下才会进来慢慢发展，然后这个是比较未来性的所以呢，以这里来说，现在你们还是处在一种没有办法察觉到对方有所改变跟什么的，现在还在前面的僵持期，还没有这个能量还没有发挥出来，它还没有发挥出来，它要怎么样才会发挥出来？你们两个人有人内在突然有比较强烈的可能对于感情的渴望吧，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水能量才会被激发出来了。因为他这边有在讲一个新颖的水能量，这样从很底下的位置要慢慢的起来了可是他必须要有你一种非常不同以往的渴望。所谓不同以往的渴望，就是说你以前没那么渴望，或是你以前没有被那么受到刺激，而对爱情有那么渴望。然后，如果这个情愫开始出现之后，你们的两个连结，我觉得这个水能量才启动了宝剑骑士的开疆拓土，宝剑骑士的去找路它启动了，它很像是它的钥匙这里。可是这一个水能量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所以我在想说，这一个对于爱情的渴望，可能要有其他的事件做媒介，才去影响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了。什么事件？可能看了一个影集，看了一个剧，听了别人的爱情故事，或是网络上，或是看了一本小说，就要别的事情来触动你现在想要一份爱情，或想要找到那个人，然后那个能量就出来，就表示它好像是你内在的水能量展开了很多触手。要去把最适合的人抓到，偏偏刚好你们现在能量是最重叠的时候，所以最容易抓到彼此。最容易抓到彼此，所以，但是现在还在这里，记得再等一下顺其自然的。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你今天看到这组牌，被这里的牌提醒说你要对爱情有更加的渴望之后，你心里可能就开始爆发了。今天看这组牌，可能就是你的这一个事件了。那他可能有他的事件了再来是这个，我必须说，等到宝剑骑士开始启动的时候，后面的东西都蛮好的，水能量都出来了，而且水能量都是大的，都是满的。路径上都是一点一滴的在，有点像是游泳池在放水啦，开始慢慢满起来了，然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了。如果宝剑骑士开始启动的话，你们内在对爱情的渴望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个能量就开始在填满了水池了。但是这都是比较未来式的，离这里我觉得不远。主要是看这个东西怎么启动了，启动之后就开始有了，就可以就等一下，就你可以。我觉得选3号牌的人对爱情目前的观感上还是属于一种温温的，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的，比较想要一种小甜蜜的，还没有到那种炙热的爱情的讯息，所以他这边才会是这个顺序。
才会是那种浓烈的爱情能量在这么后面。因为我觉得它前面有一点点诱因，希望告诉你说，你内在的渴望要去确定、跟加强、跟正视，你到底想要多少、想要多大的水能量跟爱情能量，才会启动后面的这些一个连续，水能量才会被引诱出来。那你们的这个重叠的性质跟定义，比较被定义在是最近的人、最靠近的人那会重叠会最靠近，基本上也是能量是合适的啦，但它不会，不然会相斥会弹开了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可能你们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靠别人帮你们啦，然后也没有人会察觉你们两个有这个情愫啦，因为这都太淡了。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别的事件会让你们两个突然变得很近，就是说突然大家一起去哪里的时候，你们两个突然对上话了，好像不是。我觉得从这个连续上跟能量发展来上，他这边有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内在渴望爱情的能量目前偏弱，所以就算是丢出钩子勾不到东西，那绳子太短。天弱绳子偏短，你要更强大，更要那个伸出去的水能量的触手才能够伸得更远，才能够抓到彼此，才能够接收到。但是这一件事情也不一定只是你做到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讯息丢到空中，希望他那边也觉醒了，他自己对爱情能量的渴望，他也要加强，不能只是你这边一个人做那从更理智的方面看到这两个火能量，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牌子在说，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启动后面，就是说启动你内在渴望爱情能量的这一个动力，其实给你的动能不够啦，也给你的动机也不够强啦。他知道，所以他希望你自己去寻找你心里想要的爱情，你有多想要？你有觉得自己有要让出自己的空间去想要一份爱情吗？我觉得他这边在讲，在这边在暗示一些动机、动能、动力不够所以要启动后半段的这个能量，现在基本上在你附近的都不够。但好的一方是，当你开始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他现在并没有否定你不知道哦，他其实肯定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可是他比较牌面上给能量上所要的暗示是说，在这肯定之后，你有多想要？你现在有很想要吗？你现在有很渴望吗？你现在很想追求吗？你现在很想期待吗？这一份浪漫的水能量在你内心里是否被打开，开关要奔放了呢？那如果要奔放之后，我们总要有一些动能，所以要一些火能量。可是现在的火能量在你附近，火能量告诉我说，没有啊，这个人需要的动能没有这么大，表示他想要释放出来的爱情的渴望也没这么大，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的火能量就足够啦，就足够啦。所以他在讲的是你们心里有一个门，你确定了，还是你有敢确定了你想要的爱情是长怎样吗？因为有的时候不确定是因为怕太期待，然后一直持续失望，等不到，所以就不如不期不待，不受伤害。但今天这题这个人算蛮近的，你跟他都算是对爱情目前都偏向比较薄弱的状态，没那么提，所以前面才会挡住这么僵住，你知道吗？他其实离你很近，而且你们又是认识的人，现在已经都说关系上是这样了，也就是说一直这样下去也没有差，反正你们关系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如果近期非常渴望一份爱情的时候，或什么能量出来的时候，才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们两个是很合适的，或是你们两个能发展出新的另外一种情感。这边都有说哦，所以这一次的主动力要靠你们自己哈。但我先说不强迫，你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如果你没那么想要，那就不要那么想要。你觉得你现在自己还是比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的能量更强大，那你就先自己一个人。为什么？那就表示你现在内在的很多能量可能还不足，还不足以推动你去有一份爱情啊。但如果你内在突然很想要的时候，就那些能量都上来了，那就去渴望着这一件事情，然后看能量能不能奔放出来的，跟那个人做连接。这样要记得都一个原则，要有舒坦的感觉哦，不要有压力，要舒坦的感觉哦。好，因为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因为时间还没到嘛，也没有说他这一个人跟你的重叠的时间就是只剩1个礼拜而已，没有这样说啊。哦，你可以等下礼拜再想这件事也可以，我下个月再想这件事也可以。我目前没有看到他跟你的重叠性时间有多长，可是我确实有看到，现在是你跟他的心跟能量最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里也没有很急躁的讯息，都是温温的、慢慢的。你要先确定一下你自己的讯息比较多哈，所以你想一下哈，来，我们再翻其他的牌哈。好。我看一下我能先讲什么。好，这张金币皇后在那个位置提醒你一件事，他给了你一个讯息是，你一定要觉得你所渴望的爱情是一种稳定性很高的，你能够应付得来的，温温的、淡淡的、慢慢的走的那一种。他再给你一个方向。如果你不确定你真的想要什么，或者你渴望的爱情是什么，你没那么确定，他这边给你一个，其实你想要的是那种温温淡淡、慢慢的走的，不要那么激烈的，一点一滴累积的，然后一点一滴培养出感情的果实，一点一点累积彼此的感觉跟重要性跟在意的，这样子慢慢的走的感情才是你想要的，你内心其实想要的这个。他这边提示了这一个东西，他在说，你想一下哦，这个方向似乎才是你想要的哦，但是他是给一个问号哦，点点点的哦，你要想一下，他没有完全自录给你或推销给你哦，他是在告诉你说，看起来这样子才够持久，才够安稳。也许从这个点跟角度，你会发现，其实你是需要这样子的人哈。然后看一下这里，好啦，这里有说你不做任何动作也都可以啦。好，他这边确实有在附和我刚刚前面讲，就是说不勉强没关系。好，你觉得你可以选择最保守状态，不做任何动作也可以。他这题确实是要你检视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会来看这个牌，表示你对爱情有基本的好奇。可是你真的，他要你检视是，可是你真的很想要的时候，你确定你要有所行动了吗？还是你只是因为羡慕别人，可是你其实没有那么敢行动，或是其实没有那么想要，你自己一个人都好。其实他在那边讲说你要检视一下这些东西。那他这边让你检视，或是去感觉自己并没有只是要你图老公，他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非常肯定你想要什么东西，很具体想要的话，那今天有一个离你很近的人，可能是最近一个最好的机会，会连接在一起，会起来。好，那这张牌说。会有你要的答案啦，但没那么快，再等一下会有你要的答案，然后不会那么难以接受，不会让你失望。可是他这个失望有点在讲说，不是说你一定要一份爱情，然后你一定会得到叫做没有失望。他的比较像说，这份旅程上面的很多感受，其实让你提升了。总体来说，对于你的能量跟你的整个人生经验来说，是你不会失望的。哦。
他现在不是说在推销一个要跟你谈恋爱的人啦，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只是在告诉你去体会一下这个流程、这个过程啦。好，好，这里好，我可以再翻一下哈，我看一下哈，这个我没有提问，我直接翻哈。我看一下，好，记得不要因为寂寞或是太讨厌孤单一个人而去找爱情哦。这边有在讲哦，因为你有可能会被自己吓到哦，他这个被自己吓到的感觉比较像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填补寂寞的话，你可能会选错人，或是选择那条爱情的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会被自己吓到。这边做一个提示哦。那还有这边有在提示说，其实你没有那么有能力去应对感情里面太高涨情绪起伏太不稳定的状况啦。哦，所以回来这里的话，它确实是需要你要想的明白一点，自己要什么，想明白一点，哦，想明白一点，再启动，再出去哈。那当然，今天这个跟你说的这个能量，我们通常捕捉不会捕捉到跟你很相似的啦。只是说我在想，他这几张牌的印象是说，只是说不要期待太多，或是说不要把你的期待设限太多条件哦，尽量放开。其实你常听我都会讲这个点，因为把整个胸襟跟心胸开阔起来之后，视野变广了，我们才能察觉到很多边边角角的一个人的优点跟好。也许那些我们没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的适合我们、对我们好的。好，先不要设限太多这些哈。好，记得这边有提示，他说，情绪起伏太大的爱情，你可能不太不太应付得来。但他这个情绪起伏太大，不一定是对方情绪起伏太大，他有可能在讲你哦。好，所以从前面这边这一张牌，我觉得他有在暗示说，你的内心可能很容易被悸动或是被影响。他希望你要找到的那一份爱情，除了是对方能够给你一种稳定的感觉跟平稳情绪平稳的人之外，好像也在说你自己也要有点警惕自己对在爱情上的反应。好，要平稳一点。好，不要好恶所带来的情绪起伏太大，它需要你稳定下来，慢慢的，好，慢慢的，有点像是走路不要发出声音的那一种，慢慢的、温温的感觉，哈，来保持你的情绪，哈，好。第三号牌给比较多讯息牌啦，比较多建议牌啦。那我帮你做个总结哈。我今天这组牌看了，就是说，你有一个跟你关系已经很久、稳定关系很久的人啦，可是这稳定关系可能是同事或是朋友这样，哦，这就是这个关系。然后近期你们两个能量是最接近的，然后重叠性也是最绵密的，所以应该会有一些特别事情要爆发。可是以爱情的方向来讲的话，就是两边的水能量都不够。那这个水能量不够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对于爱情的渴望值跟确定想要一份爱情，或是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有一份新爱情的这一个角度，好像不够具体、不够完整、不够坚定。也就是说，水能量不足啦，不够支撑你遇到他，或是不够支撑你找到他。那他这边希望你在现在开始去思考一下说，
我现在的我是想要什么样的爱情？现在的我，如果拥有一份爱情，真的会比我现在一个人幸福吗？还是我还没准备好？这种各种角度哈，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爱情已经要很靠近你了，你确定你要投入进去了吗？或这种很多哈，他这里有比较多的善意的讯息，是希望你自我的调整，对于这份爱情的出现还蛮重要的。可是它牌面并没有让你失望，它牌面其实有说，当你准备好了，后面都是好，都是不错的感情能量。但是请不要因为他告诉你说后面是不错感情能量，水能量很多，所以就不顾一切，反正就先投入进去，去摸摸看看就好了。好像这题好像希望你的前置作业跟前置的调整要先有，因为这3张神谕牌告诉我说，希望告诉你说，你可能在爱情里的情绪起伏很大，希望你先调整到一个稳定。第二个是，可能你是稳定的，可是对方的情绪很大，你没办法应付，或是你现在没办法应付，不代表那个情绪很大是错的，而是你现在没办法应付或面对。所以他希望你做一个前面的，先想一下你过往的爱情或什么有没有不够稳定的状态。那这一次可以开始，先用比较淡然，很淡的淡然的态度去看。记得那个诀窍，那个整个思维的概念的模拟是：走路不要发出声音，轻轻的走。也许像是走在木头的地板上，会有一些木头的声音。你要如何轻轻的走，不踩出声音的那一种温慢慢、情绪稳定的感觉，是你接下来在面对一个新爱情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一种核心情绪。核心精神能量是这样，那水能量才慢慢流露出来。然后水能量流出来的时候，又没有太多波动。就像我常讲的，就像一个湖面，即使刮起大风，湖面还没有任何波纹。要讲，你看你能不能追求到这个方向来去应对，或是接受，或是找到下一份爱情。这个就是这样。好，这是3号牌的朋友，希望你听得懂哈，给一些建议，希望给你有用哈。那这个人很近，他很有可能出现的时候，现在是比较在意的是你个人的位置是什么哈，你准备了什么哈，你对自己的了解跟调整到了什么程度哈。好，就这样哦，这是3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